女孩因失恋喝多了，给闺蜜打电话，让她给自己叫个帅哥过来。岂料迷迷糊糊的错打给了公司总裁。女孩开门后发现来人竟是自己公司的总裁。陆佳佳可以啊，少了一个跟我老板一模一样的男模。殊不知总裁一直喜欢女孩，然而女孩却不知道自己竟是总裁的白月光。就这样两人产生了交集。转天清醒过来的女孩后悔不已，一个劲的给总裁道歉，表示只要能不追究自己的责任，自己做什么都可以。全然不知总裁心里已经乐开了花。我呢刚好缺一个结婚内信，你要跟我结婚1年，提前做好富太太应该是女性的职责。就这样，两人当天就到民政局领了结婚证。得逞的总裁和助理相视一笑，可女孩却以为总裁有不得已的苦衷，并发誓自己绝不会让任何人知道两人的关系。好，那按照约定，明天你要搬到我家去。这也太仓促了吧！昨天是我第一次，你把我睡了。行。女孩自知理亏，无奈只能答应和总裁住在一起。等女孩刚离开，总裁便迫不及待在朋友圈官宣结婚。副总，您在人群中看了一眼就喜欢了许小姐10年，为什么不当面跟她表白？她自幼父母走失之后就一直住在孤儿院了，难免性格会敏感吧。如果我这个时候向她表白，吓到她怎么办？我知道了，您先是一招请君入瓮，然后再对许小姐攻心为上，这追妻36计，妙啊！总裁结婚的朋友圈在公司炸开了锅，女孩瞬间感觉如遭雷击。是年少欢喜，反过来就是喜欢的少年时。就在这时，闺蜜发现了不对劲，看女孩脸色如此难看，调侃女孩难不成和副总结婚的人是她？女孩赶忙堵住闺蜜的嘴，慌忙表示像自己这样没资历、没背景、没人脉的3无人员，根本配不上副总。然而闺蜜却希望女孩和总裁在一起，殊不知闺蜜乃是隐藏身份的总裁亲妹妹，亲嫂子就是好闺蜜，可谓是亲上加亲。不知情的同事却嘲讽女孩白日做梦，人家副总可是有青梅竹马的，是和咱们公司合作的夏氏集团的千金夏婉瑜。传闻傅夏两家从小定下婚约，这 F 是副总，这 X 西压夏肯定就是夏婉瑜。对，还有这0825，我在杂志上见过夏婉瑜的资料，她就是8月份，一定是的。有些人啊，就不要肖想总裁夫人的白日梦了。原来傅燕石和我结婚，再晒出结婚证，是想刺激夏婉瑜。合约1年，是不想我以后缠着她。就在这时，总裁出现。就在众星捧月的欢呼中，女孩却尴尬的恨不得钻进地缝。岂料总裁却在经过时不动声色的撩拨。我主动包公结婚证，宣誓他的所有权。现在的他一定感动的要哭了。总裁满面春风的来到办公室，岂料抬头却看到了绯闻女友夏婉瑜。总裁瞬间笑容凝固，原来新经女讨好总裁母亲，给自己安插了个总裁所在公司的财务总监。总裁一眼看穿新经女的小心思，直言一切按规章制度执行，草草将新经女打发走。总裁的冷淡让新经女怀恨在心，得知总裁身边一直没人，只是近2天和一个叫许清欢的员工走得近，于是新经女把目标锁定在女孩身上。转天所有员工便发现自己的工资涨了10%，而作为模范员工的女孩却发现工资反而变少了。闺蜜立刻为女孩打抱不平，当即找到财务总监对峙。岂料新经女因从未见过总裁妹妹，不知死活的给了闺蜜一巴掌。富士家大业大，不差你们那仨瓜俩子。还有，既然工资差别人太多，那就要问问自己，到底有没有你的工资？这巴掌还给夏总，我工作没什么好反思，还是和你好好算算账。